有些事儿，你越急，它越不来；有些缘，你越抓，它越溜走。很多人以为迟迟没有怀上孩子是命运在亏待自己，但是在佛家的眼里，这件事要反过来看，晚孕之人往往才是被老天爷特别眷顾的那一批人，他们的因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非比寻常。不是说他们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们正在等一段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上等子女缘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讲的是你可能从来没听人说清楚过的关于子女缘的佛学真相。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有这样一段话，我们先来读一读。若有女人设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，素质德本，众人爱敬。你看经文里讲的不是有钱有势之男，不是考上名校之女，而是福德智慧，是素质德本，众人爱敬。什么叫素质德本？就是这个孩子在来到你身边之前，前世就已经种下了深厚的德行根基。这样的孩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来的，他要选父母的。很多人对上等子女原有误解，以为孩子考上名校，出人头地，赚大钱，当大官就是上等缘了。其实佛家说的上等子女缘跟世俗的成功标准是两回事。上等缘是安乐易养，福慧具足，孝顺懂事，不造恶业。说白了就是一个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懂得孝顺、不惹事端的孩子。各位想一想，一个孩子在外头功成名就，但逢年过节从不回家，父母病了也不在身边，这算什么缘？但一个孩子学历普通，工作普通，却每天陪在你身边，让你笑着老去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啊！印光大师曾经开示说，子女之贤否，关乎父母之积德与教育，积德于先，教育于后，未有不贤者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孩子贤不贤，首先取决于父母有没有积德，积德在先，教育在后，这个顺序不能乱。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的德行修好，好的孩子是不会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晚孕或者求子不得，先不要着急，先不要怪罪自己。我今天想带你深入去看3件事。第一，为什么善缘总是来得晚？背后的业力法则是什么？第二，一个高灵魂的孩子到底会用什么标准来选择父母？第三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等待那个求而不得的过程，到底是折磨还是礼物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子女缘的全部认知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心里有所感触，欢迎在评论区打下愿我善缘具足，福慧圆满。阿弥陀佛，为彼此送上一份最真诚的祝福，愿这份善念护佑所有正在等待的人。我想先从一个故事讲起。我认识一位叫阿慧的女士。阿慧年轻的时候是个挺要强的人，在公司里做到了中层管理，20几岁就谈了一段很认真的恋爱。那段感情里她怀过1次孕，但当时她跟男友都还没做好准备，2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决定不留下那个孩子。手术做完的那天，她哭了一晚上，然后把那件事压在了心底，继续往前走。后来她结婚是31岁，嫁给了一个各方面都很踏实的男人。婚后2个人就想要孩子，但一直没有动静，去检查。医生说身体没有大问题，但就是不容易受孕。这一等就等了将近8年。8年里，她试过很多方法，看过中医西医，做过各种调理。逢年过节最怕被亲戚问，走在街上看见别人推着婴儿车，心里那种说不清楚的滋味，只有自己懂。她跟我说，有一段时间她真的很怨，觉得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就能做到的事，偏偏对她这么难。转变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深夜。那天她睡不着，
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天很黑，风很凉。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多年前的决定，想起那个从未出生的孩子。这个念头一来，他眼泪就停不住了。他说他那天不是在哭自己没有孩子，他是在给那个被打掉的孩子道歉，道了很久的歉，哭累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他在梦里见到了一个孩子的轮廓，不清晰，就像隔着一层薄薄的光，但那个轮廓让他觉得安心。他梦里有一种感觉，那孩子不是在怪他，而是在看着他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等什么。醒来以后，阿慧做了一个决定，她去寺院里认认真真地上了一炷香，把心里多年积压的那份歉意一字一句说出来，然后发愿要行善回向。她没有求菩萨给她孩子，她只是说，如果我还有这个缘分，我会好好珍惜，如果没有，我也接受。大概又过了1年半，她怀孕了。那个孩子现在12岁，在班上成绩中上，没有特别厉害，但健健康康，温温和润。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把书包放好，然后来厨房陪妈妈说话。阿慧说，这孩子有时候一句话能说到他心里最软的地方，他总觉得这孩子懂他，比任何人都懂。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跟你说诚心悔过就能怀孕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想说的是，在阿慧的故事里，那8年的等待恰好给了她一段时间，去面对那件多年前的事，去完成内心深处的一次和解。如果她25岁就轻轻松松怀了孕，那次和解永远不会发生。那个带着缺口的她能不能好好养育一个孩子是个问题。佛家说，业力有快有慢，这话听起来很玄，但你细想，其实有它朴素的道理在里头。讨债的因缘往往不需要太多积累，因为那是旧账，债务摆在那里，早到晚到都得还，所以来得快。但报恩的缘分就不一样了，报恩需要福，需要德，需要那个准备来报恩的灵魂，在父母这边看到足够的条件，值得报恩的善良，足够稳定的家庭，还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定。这些东西不是1、2年能建立起来的，需要时间去磨砺，需要人生的起伏去沉淀，所以晚一点来本来就是这类缘分的特征。再说第2个故事，有一年我在一个茶具上听一位修行多年的居士谈起一件事儿。他说他年轻时候的2位朋友都在30岁前后结婚，但求子的际遇截然不同。一位朋友叫阿明，婚后1年就生了儿子，大家都恭喜他，说他有福气。那个孩子生下来就爱哭闹，长大以后非常叛逆，读书的时候跟老师打架，出社会以后几乎没有稳定工作，隔3差5就回来跟父母要钱。到最后，阿明几乎把退休金都贴进去了。夫妻2个在孩子这件事上没少闹矛盾，晚年过得相当辛苦。另一位朋友呢，叫阿忠，婚后一直求子不得，太太也为这件事哭了不知道多少次。周围的人背地里说闲话，有的说他们命里没有子女缘，有的甚至说他们前世造了什么业。但阿忠和他太太那几年里没有互相埋怨，反而因为共同面对这件事，2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扎实。太太开始吃素念佛，阿忠开始做志工，周末去帮老人院的长辈们修缮房子，一做就是好几年。婚后第9年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。这个孩子从小安静懂事，不需要父母操太多心，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毕业以后有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定期汇钱给父母，逢年过节一定回家。阿忠现在退休了，跟太太住在家里，生活里最大的满足就是女儿每次打电话回来都会聊很久，说工作，说朋友，说生活里的小事，什么都说。他说他们父女之间没有什么隔阂，像朋友一样相处。
那位居士讲完这2个故事，停了一下，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阿忠等孩子的那9年，他没有在等孩子，他其实是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就是这句话，让我想了很久。阿明和阿忠的故事，不是要告诉你早生不如晚生，也不是要你去评判任何人的选择。他想说的是，孩子来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往往决定了你们之间的缘分是什么性质的。一个每天都在修善行德的人，积攒起来的是一种特别的磁场，而那种磁场会吸引同频率的灵魂靠近。这就引出了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说法，孩子是会选父母的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句话，第一反应是不相信。现代人的思维习惯让我们觉得孩子是生出来的，是精子和卵子的组合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事情，跟选择有什么关系？但佛家的说法让你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这件事儿。有一种讲法用的是投胎这个概念，在这个框架里，每一个将要出生的灵魂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是有一段观察期的。他会看他未来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，心性是否稳定，家庭是否和睦，待人处事是否有善良和慈悲。而高灵魂的孩子，也就是佛家说的素质德本的灵魂，对这些条件是相当挑剔的。这不是神话，也不是迷信，它背后有一种朴素的哲学逻辑，善缘聚善缘，福报引福报。一个内心混乱、道德粗糙的家庭，能不能承载一个高灵魂的孩子，本来就是个问号。上等孩子不是不想来，是条件不到，不能来，也不该来。佛家说，这类孩子择父母有3条不可动摇的标准。第1条，不选心不定的父母。这里的心不定，不是说父母不能有压力，不能有情绪，而是说那种骨子里的浮躁，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遇到事情很容易崩溃，动不动就陷入绝望或者愤怒。这样的家庭没有根，没有根的地方，上等的种子不会发芽。第2条，不选心不善的父母。善良是最基本的条件，但这里说的善，不是表面上的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心里有别人，能不能对弱小的人保持慈悲，能不能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依然做好事，能不能在吃亏的时候选择不计较。这种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德积累。第3条，不选家不和的父母。这条说得很直接，家里争吵不断，夫妻之间积怨很深，甚至互相伤害。这样的家庭环境，高灵魂的孩子是主动避开的。因为进入这样的家庭，那个孩子能感受到的只有创伤和耗损，跟他此生想要完成的修行是背道而驰的。当然，没有人是完美的父母。上面这3条不是要你达到圣人的标准，而是方向。方向对了，就算还在路上，上等的缘分也会愿意等你走到那个节点。说完孩子怎么选父母，我们再来说另一件事。那个求而不得的岁月，到底是折磨还是礼物？有一种情况，可能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，你已经在努力了，也在行善，也在修心，但孩子就是还没有来。那种等待的滋味，我相信很多人懂。漫长孤单，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难过，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的抹眼泪。但我现在想跟你说一句话，请你仔细听，求子不得，有时候是佛菩萨对你最大的保佑，这不是安慰你，是真的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如果你在20几岁，人生最浮躁、最不成熟的那段时间，某位菩萨真的给了你一个孩子，而那个孩子是一个来讨债的孩子，你们之间的缘分充满了磨难和痛苦，你的人生会走向哪里？有多少人就是在太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一个错误的时间点进来的孩子，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乱。婚姻破裂的有之，
债务缠身的有之，健康垮掉的有之。那个孩子不是不好，是时机不对，是父母的状态不对，是那段缘分本来就是一道难以承受的功课。所以当菩萨不让你怀孕，他有时候是在帮你挡住那些你还不知道自己挡不住的事儿。他在用一段等待的时间给你机会，让你把自己修好，把心性修稳，把家庭关系修和，把内心的善意修深。当你修好了，孩子自然就会来了。这不是一句漂亮话，是一种有其因果逻辑在支撑的说法。很多人问过我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孩子还是不来？我会反过来问他们，你努力的方向是在改变自己，还是在祈求结果？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。最后，在故事这个部分，我想说一件更根本的事儿。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，儿女是债，不是讨债就是还债。这话流传很广，有它一定的道理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你只停在这个层次，那你对亲子关系的理解还停在最低那一级，把所有的亲子关系都理解成债务关系，是一种非常功利的解读，而且这种解读会让人变得很累。你会开始算账，这个孩子是讨债的还是报恩的？我为他付出了多少？他回报了多少？他孝不孝顺？值不值得我继续投入？这种算账的心态，恰恰是在破坏那份最珍贵的亲缘。真正的上等子女缘，不是债务关系，是互相成就的关系。你教会他走路、说话、做人，让他感受到世间有温暖。有人是真正爱他的，他教会你耐心、包容、放下，让你体验到一种你原本以为不可能拥有的柔软。这两件事加在一起，才是一段亲子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修行。不是你欠他的，也不是他欠你的，是你们一起来到这个世界，一起完成这一世的功课。如果你能用这种眼光去看你的孩子，去看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会发现很多以前觉得难以接受的事儿都开始变得不那么重了。现在我们进入核心解析的部分，把刚才故事里触碰到的那些东西讲得更清楚一点。第一件事是业力的快慢。佛教对于业的解释涉及到3个时间维度。顺现业是这辈子造的，这辈子就受报的；顺生业是这辈子造的，下辈子才受报的；顺后业是更久远之后才会成熟的。业力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表，它的成熟取决于条件是否具足。当缘分对了，业力就会爆发；当缘分不足，业力就暂时沉寂。这个道理直接解释了为什么讨债的孩子来得快，报恩的孩子来得慢。讨债的缘是旧业，双方之间的牵绊已经形成，条件相对简单，愿缘越深，吸引力越强，所以往往不需要父母准备好就会撞进来。很多人在最不合适的时间点有了孩子，回头看，那多半是旧业在推动的。报恩的缘条件则复杂得多，报恩的灵魂往往是高灵魂，他进入这个世界是有任务的，要在这段关系里给予真正的温暖和善意，同时也完成自己的成长。这样的灵魂在选择进入之前，会等父母成熟到一定程度，等这个家庭积累出足够的福德场域，等那个他将要长大的环境真正具备了能够承托他成长的条件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晚孕的父母迎来的孩子往往出乎意料的好养，出乎意料的懂事，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，而是那个等待的过程恰好完成了条件的积累。第二件事是投胎是双向奔赴。我知道这种说法在很多人听来还是偏玄学，所以我想换一种方式来解释它。你不需要接受字面上的灵魂选择父母，你只需要接受一个更基本的观察，相似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存在。一个家庭的整体氛围是一种场，
夫妻之间是否真心相爱，父母是否有慈悲和善意，家里的日常对话是温和还是充满戾气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磁场。而进入这个家庭的孩子，他的灵魂气质跟这个磁场之间往往有高度的呼应关系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其实常常观察到的现象，只是很少有人去深究它的原因。3条则富铁律，我在故事章节里已经说过了，这里我想再补充一个更深的维度。那3条表面上看是孩子在挑父母，实际上是在说什么样的父母会自然地积攒起吸引好孩子的福报。心定、心善、家和，这不是标准，这是结果。当你真正在修这3件事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求一个好孩子，他自然会来。第3件事，关于亲子关系的最高境界，打破子女是债的解读，不是要你否认业力的存在，而是要你把眼界放得更高一点，从债务升级到共修，把善缘修成上等缘。有3个心法，我认为是最实用的。第一个，不控制，不要把孩子当成你生命的延伸，不要把你未尽的梦想转嫁到他身上。他有他自己的人生，有他自己来这个世界要完成的功课，你的任务是陪伴，不是主导。第二个，不索取，我养你小，你养我老，这个逻辑不是亲情，是交易。当你用这种心态养孩子，你会在无意识里给孩子很大的压力，也会给自己埋下无数失望的种子。爱本来是没有条件的，当爱变成了投资，它就失去了最本质的力量。第3个，不抱怨，养孩子很辛苦，这是真的，没有人否认。但当你把那份辛苦变成抱怨，变成随时随地提醒孩子你欠我的，你们之间那份本来可以很美好的缘分就开始一点一点地消耗掉了。换个角度，感慢孩子来到你的生命里，不是说的话，是真的在心里感谢，感谢他给你带来了那些只有做了父母才能体会到的东西。这3件事做起来都不容易，但每做到一点，那段亲子之间的善缘就往上等的方向挪了一点。现在我们来说3个误区，这部分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对晚孕和子女缘的理解停在了表面，而那个表面往往会带来误导。第一个误区，晚孕一定是上等缘吗？这是一个我必须直接回答的问题，不一定。晚孕本身只是一个时间上的现象，它不等于质量的保证。如果一个人在等待孩子的那些年里，没有用那段时间去修心，没有去行善积德，反而心里装满了怨恨、嫉妒、焦虑，甚至做了很多造业的事，那么晚来的孩子也可能是一段很沉重的缘分。时间的长短不是判断子女缘好坏的标准，那段时间里你发生了什么改变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换句话说，晚孕是一个机会，它给了你更长的时间去积累、去修好、去准备，但机会不会自动变成结果。你如何使用这段时间，才是真正决定缘分质量的那个变量。有的人苦等10年，每一年都在担忧、焦虑、埋怨，内心越来越闭合，越来越刻薄，跟先生的感情也越来越淡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。这样等来的孩子不会因为等了很久就自动变成上等缘。反过来，有的人等了2、3年，但那段时间他真的在改变，开始学会放下执念，开始对家人更温柔，开始行善布施，开始认真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些积习。这样的人即使等得不是很久，迎来的孩子也可能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缘分。所以重点从来都不是等多久，而是等的过程中你是谁。第2个误区，求子只要念经拜佛就够了吗？这个问题我必须说得很直白，因为有很多人在这里搞反了。
念经拜佛是好事儿，它是修心的方式，是积累福报的方式，是跟更高维度的善意建立连接的方式，但它不是换取孩子的工具。如果你把念经拜佛变成了一种交易，我念了多少遍经，我供了多少束花，所以菩萨你要给我一个孩子，那你的出发点已经偏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念经拜佛不能代替你去行善，不能代替你去改你自己的毛病，不能代替你去处理那些你一直在逃避的心理积累。如果你一边念经，一边不孝父母，一边拜佛，一边对家人冷漠刻薄，一边求子，一边心里装满了嫉妒和怨恨，那念再多的经，拜再多的佛也没有用。真正有效的求子之道，核心是求自己，把自己修成一个配得上好孩子的父母，这才是你应该用力的方向。念经是帮你静心，帮你修定，帮你积累内在的善意，但那份善意最终要通过你的言行举止，通过你待人的方式，通过你在日常生活里真实的选择来体现出来。形式和实质不能只有其一。第三个误区，没有子女缘就是人生的遗憾吗？这个误区我认为是最值得深思的一个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认为人生必须要有孩子才算完整，没有子女缘等于人生有缺陷，等于你没有福报。这种观念带给了多少人不必要的痛苦，是很难估算的。但佛家对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带的因缘是不同的，有人这辈子的功课是体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，有人的功课是超越血缘，去建立一种更广泛的慈悲，对更多的众生去给予关爱、帮助和善意。这两种人生，哪一种更有福报，不是外人能判断的。甚至还有一种说法，某些人没有子女缘，是因为他前世的福报足够大，不需要子女在这辈子来报恩了。这辈子他有别的功课要完成，有别的善缘要结，有别的道路要走。没有孩子不等于没有爱可以付出，那份原本可以给孩子的爱，可以给你的父母，给你的伴侣，给那些需要帮助的陌生人，给更多的众生。这样的人生不是遗憾，是另一种圆满。当然，我说这些不是要你放弃，不是要你不去努力，而是要你在努力的同时，给自己一个更宽阔的内心空间，让结果来的时候你能好好接住，让结果没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被摧毁。讲了这么多道理，现在我想给所有正在等待的人说一些真正可以去做的事儿。第一件事，停止焦虑，放下执念。我知道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但我想让你想清楚一件事，焦虑除了消耗你自己，对让孩子来这件事毫无帮助，甚至会产生反效果。一个时时刻刻都处于焦虑状态的身体和心理，是不适合孕育生命的土壤。放下执念，不是说你不在乎了，而是你愿意把这件事交出去，交给因缘，交给该来的时机，交给一种比焦虑更大的力量。你还是可以努力，可以调理，可以行善，但努力的时候，心是平的，不是抓紧的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非常大。具体怎么做？每当那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不要试着压制它，而是轻轻地跟自己说一句，该来的会来，我现在要好好过今天。然后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上。第二件事，孝顺父母，调和家庭。这两件事是积累子女福报最直接最快的方式。上等孩子最忌讳的环境是家庭不和，亲子关系紧张，夫妻之间充满矛盾。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改变这件事儿，对父母多一点耐心，对伴侣多一点温柔，对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多一点包容。家和是最好的风水。这句话不是装饰品，是真实的因果。第三件事儿，
戒杀放生，培养慈悲。这一条，很多人会觉得跟求子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很大，生命来来去去都在同一张因果网络里。当你有意识地去护惜生命，去戒杀，去放生，你在积累的是让生命来到你身边的福报。慈悲心是最强的磁场，它会吸引需要慈悲的灵魂来到你的家庭里。第4件事，行善积德，积累福报。这里说的行善，不是说你要捐多少钱做多大的事，而是从日常里的小事开始，帮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说一句温暖的话，选择在可以计较的时候不去计较。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形成的是一种真实的德行厚度，孩子就是往那个厚度里扎根的。第5件事，诵经念佛，修心养性。如果你有佛法的因缘，可以每天持诵地藏经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最重要的是，持诵之后要认真的回向，回向给你的家人，回向给你曾经伤害过的众生，回向给一切有情。回向的心比持诵的数量重要得多。第6件事，调整心态，活在当下。最后这一条听起来最简单，也是最难的。你能不能在还没有孩子的日子里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、有滋味、有爱，不是在等待孩子的过程中浑浑噩噩地熬日子，而是真实地活在每一天里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件事，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当你不再把人生的圆满压注在一件还没发生的事上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会开始散发出一种不同的光。那种光是平静，是满足，是真实的好好活着的样子，而那恰恰是最好的土壤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用一段话来结束今天这个话题。我们这一生会执着很多东西，孩子是其中最深的执念之一，因为它关乎传承，关乎爱，关乎我们对完整的渴望。但所有的执着都有它的代价，执着越深，痛苦越大，离那件事本身反而越远。佛家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8个字放在求子这件事上，有一层非常实用的智慧。你的善心，你的德行，你修自己的那份用力，这是不变，是你能做的，该做的，而结果来的时间，来的方式，这是随缘，不是你能掌控的，不必紧抓。要学会放手晚运之人，往往有上等子女缘，不是因为等待本身神圣，而是因为真正愿意用那段时间去修自己的人，值得一段更好的缘分。所以正在等待的你，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在孩子还没有来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的答案就是你和孩子之间这段缘分的真正面貌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也欢迎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正在等待的朋友。每一次分享都是一份善念的流动，也是对所有在等待里坚持的人最真实的陪伴。点个赞，热推，随喜布施，功德回向一切有缘人。愿所有有缘分看到这段内容的人，善缘自来，福慧圆满。各位老朋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